你玩过《仙剑奇侠传》、《金庸群侠传》或者是《大风寺》吗？这几款台湾团队自制的游戏都是在台湾游戏产业最辉煌的年代发售的作品。不过近几年台湾自制的游戏数量却少了很多，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这集《时代的眼泪》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游戏产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1990年代看成是台湾游戏产业的黄金年代，不止作品产量丰富，有许多经典的游戏更是风靡亚洲各地。然而10年之后，在2000年代的初期呢，这样的荣景却急速的降温。后来几乎只玩得到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游戏，台湾本土团队开发的游戏似乎只剩下了少数几款独立制作的游戏而已。今天的这一集是我们频道会员许愿池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会聚焦在台湾自制 PC 游戏的发展历程，来看看台湾的游戏产业为什么会从高峰跌入谷底，之后还有可能再重新再起吗？那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夏天好热，懒得出门逛街吗？快上 PC Home 8月新礼节线上 Gather Town 的这活动网页逛逛，玩互动小游戏，还可以再拿优惠哦。步骤非常的简单，只要在活动期间内进入网页，成功破解任务，就有机会可以领取每日限量的 PB。而在互动小游戏当中呢，以情人节、父亲节、中元节为主题的场馆，都有各自的任务可以挑战，还有各种超值商品等你来占便宜。最近有想要买的东西又想要捡便宜吗？ PC Home 懂你想要优惠的心理，要买就去8月新礼节买，想赚优惠就上 Gather Town。在1970年代左右，台湾的游戏市场主要是大型游戏机台，或是叫做街机。当年很多人在下班放学之后，都会跟3-5好友一起去电玩游乐场玩大型电玩的游戏。而后来在1980年代的后期呢，由于电视越来越普及电视游乐器也渐渐红了起来。到了1990年代初期，台湾最红的电视游乐器就是来自日本的任天堂红白机了。不过到了1990年代随着电脑制造工业的进步，大众越来越负担得起个人电脑，也就是 PC 的价格，因此个人电脑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也因为个人电脑多功能特性能够同时做文书处理，又能够轻易的透过安装程式来玩新的游戏，使得 PC 游戏的这个玩家也越来越多。因此个人电脑渐渐取代了电视游乐器，成为了主流的游戏平台。而在这个浪潮下，台湾国产的 PC 游戏进入了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台湾成立了很多新的游戏公司，也推出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游戏作品。当时网际网路才刚出现没有多久，网速也不快，因此当时的电脑游戏呢都是单机游戏，而且呢是以单次付费买断制为主。以角色扮演游戏来说，有许多当年的经典作品都是以武侠或者是中国历史为主要元素，例如像是轩辕剑系列、仙剑奇侠传、金庸群侠传，还有呢结合了这个角色扮演跟对战游戏的三国群英传，也是在这个时期发行的。那说到益智类型的游戏最经典的大概就是1998年发的大富翁4。模拟经营游戏的话呢，则是有像是中华一番、拉面屋梦幻西餐厅、便利商店等等。而台湾国产的单机 PC 游戏的产值呢，在1990年代逐年增加。而根据统计，1996到1998年台湾 PC 游戏产业的产值曾经是全球第3名，仅次于美国跟日本。而在2000年呢，单年度的游戏发行数量达到了最高峰，光是那一年就发行了129款单机的 PC 游戏。不过这样的荣景很快就遇上了挑战。在1990年代末期，随着网络的速度提升，电脑的效能也变得更好，兴起了一种新的游戏玩法——大型多人线上游戏，简称线上游戏。而2000年的时候，游戏橘子率先打头阵，代理引进了韩国游戏天堂，让原本专注制作单机 PC 游戏的台湾市场掀起了一阵新的竞争。而这类型游戏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具有社交的性质。跟以往的单机游戏不同线上游戏只要连上网络就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甚至可以几千几万个玩家同时一起玩。而这些游戏伺服器几乎24小时都开着，所以只要有够稳的网络，任何时刻都不用担心没人跟你一起玩。因此新出现的线上游戏吸走了很多原本是玩单机 PC 游戏的玩家。顺带一提当年宽频网络还不普及，所以有很多玩家呢会去网速好、电脑性能好的网咖玩游戏，连带使得网咖的产业的兴起。总之，在线上游戏的冲击之下，许多游戏公司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必须要尝试新的生存策略。
有一种策略是把既有的游戏 IP 改造成最新最夯的线上游戏玩法。这种策略的考量是，比起单机游戏是买断制的，只能够买一次，线上游戏的玩家呢必须要持续的购买月卡，或者是购买商城点数来换取特殊装备。这样的商业模式对于游戏公司来说，现金流比较稳定一些。此外，对于许多大型游戏公司来说，他们的优势就是拥有游戏的 IP， 所以制作相同 IP 的线上游戏版本可以稍微减少一些开发成本，也能够利用既有游戏 IP 的优势，把玩家从单机游戏转到自家的线上游戏。例如，智冠科技的子公司中华网龙在2001年发行了《金庸群侠传 Online》，又例如呢，大宇资讯公司改造自家作品轩辕剑，在2002年推出了轩辕剑网络版等等。而第二路的做法则是看准了中国市场的庞大商机，带着游戏作品 IP 进军中国。有许多的公司也因应这个变化，把游戏开发的重心甚至是营运都转移到了中国去，透过中国市场庞大的营收，让公司可以继续走下去。而其中一个比较知名的案例就是大宇资讯公司，2000年的时候在北京成立了子公司，并负责开发了多部《仙剑奇侠传》跟《大富翁》系列的续作。还有少部分的游戏公司用了第三种的生存办法，就是代理游戏进来台湾。因为代理其他国家的游戏进来台湾，只要付代理的授权费用，就可以在台湾营运这个游戏，能够省掉游戏的开发成本。而代理的游戏公司也只需要处理营运跟行销的事情就好。而2000年以后，代理进来台湾的线上游戏大多都是美国、日本跟韩国的游戏，例如前面讲的天堂，还有 RO 仙境传说、风之谷、石器时代、魔力宝贝等等。不过这些代理进来的游戏都是游戏机制成熟而且相当受欢迎的线上游戏，因此大大冲击了台湾专注制作单机 PC 游戏的公司。事实上，台湾的游戏公司或是工作室大多都是中小型企业。根据统计，从1986到2008年之间成立的游戏公司还有工作室的数量总共有238家，其中有198家产出的游戏作品低于5部，只有9间公司规模比较大，有能力产出20部以上的作品。就在面对线上游戏的冲击时呢，这些资金比较有限，也不一定有厉害 IP 的中小型公司，几乎很难利用刚刚提到的那3招来让自己转型，有很多都因为不堪亏损而倒闭。而压到台湾游戏产业的最后2根稻草，则是2004年代理进来的《天堂2》以及2005年的《魔兽世界》。这2部游戏呢都非常热门吸走了大量玩家，进一步的重击了台湾的游戏公司。台湾的游戏产业就在多个国外游戏的夹杀，还有游戏公司西进中国的2大因素之下，从此一路走下坡。而在后来2000年代后期网页游戏兴起，以及2010年代初期手机游戏的流行中萎缩的台湾游戏产业，也没有搭上时代的潮流，回不到过去的黄金年代。不过台湾游戏产业也不是就此死透最近几年也有一些台湾的独立游戏开发团队崭露头角。一般来说，一个游戏在开发团队制作完成之后，会交由游戏发行商负责制造跟行销。而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发行商也会针对市场的状况，提供开发团队游戏设计上面的建议。而独立游戏开发团队制作完成之后，不会经由发行商直接自行对外发表。台湾近年知名的独立游戏例如像赤足的返校还愿、Sigono 的龙脉长歌、守夜人长夜等等，都算是独立游戏。而独立游戏模式能够成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有 Steam 平台的存在。Steam 平台的最大特色呢，就是有很热络的玩家社群，很多人都会在上面交流讨论游戏，也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留言评分。看到喜欢的游戏，玩家可以直接线上购买、线上付款，然后就可以直接下载开始玩。对于独立游戏开发者来说，把游戏上架到 Steam， 在上面发行呢，不需要跟发行商甚至是实体通路商分润抽成，对于开发团队来说利润比较好。此外，独立游戏开发者还可以利用 Steam 上面玩家社群的讨论，帮助提高游戏的能见度，等于是可以直接面向全球的玩家。而跳过发行商跟通路商省下来的成本，还可以回馈给玩家，利用特价来促销，提高玩家购买游戏跟 DLC 的几率。而这种种因素的加成之下，也让台湾的独立游戏重新看到了一些曙光。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想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会员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今天谈到台湾的游戏产业，很多人都在问，台湾的游戏产业还有可能回到黄金年代的荣景吗？回顾过去20几年游戏产业发生了非常多次的变化，而且每一次的变化
化都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带动了游戏形式的巨大转变，包含了电脑出现、网络的进步，还有智慧型手机跟行动网络的普及，让玩游戏的情境跟方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变化型，不只可以满足社交的需求，还可以随时随地想玩就玩。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看准商业模式还有玩家的需求，或许才是游戏开发公司能不能够生存下去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抓准时代的变迁跟玩家需求的台湾游戏开发公司还是有很多，只不过现在娱乐的选择很多样，你不只可以玩游戏，还可以看 YouTube 影片、看影集、滑社交平台等等。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想要像过去那个黄金年代，每年都有好几款红到爆炸的本土游戏，甚至成为一整个世代的共同回忆，可能就真的不太容易了。那今天最后想要来问大家，你有玩过当年台湾很红的单机 PC 游戏吗？你最怀念或者最有印象的是哪一款呢？ A. 跟孙小美、钱夫人还有沙龙巴斯一起玩的大富翁4， B. 跟李逍遥一起闯荡武林的仙剑奇侠传， C. 操控关羽、吕布等三国名将进行对战的三国群传。 D. 这些我都没有玩过，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游戏，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游戏产业为何会没落。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网咖为何没落，以及游戏订阅制是不是养套杀。那么今天的志祺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